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现场。好，我们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国际话题就是加拿大跟美国这两个促逼 gay 表，现在看起来有点闹翻了。好，当然啦，我们也知道邻居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开心但他们的不开心现在持续升高当中。好，我们看到卡尼他现在紧急灭火，否认跟中国有自由贸易。好，那川普不买单持续的开酸。好，我们看到卡尼在25号是重申无意跟中国大陆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好，而且强调会尊重加美墨的协定。好，那当然川普不买单嘛，就正好直接在开酸说那中国正成功而且彻底的接管曾经伟大的加拿大，他说真令人难过。那加拿大正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搞垮，跟中国的这笔交易市场灾难会被记载为史上最糟的交易之一。好，但是川普讲这句话的时候，一轮突然反思到，其实美中之间又有一些交易嘛，又有一些讨论，又有一些协议，但是现在川普就是只许我可以做，你加拿大不行，就是这种感觉。好，那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也特别在呼应了川普的说法，他说不能允许加拿大成为中共向美国倾销廉价商品的门户。所以呢，如果有敲定的话，就会记100%的关税。那加拿大的媒体也特别讲说加拿大的军方有模拟应对美国的入侵方案。我们看到这是环球邮报说，加拿大军方就是有模拟这个方案，这个模型假设美军是从南方发动进攻，那美军将在1周之内，甚至只需要2天，就能战攻加拿大在陆地跟海上的阵地。那现在呢，这个美国的总统心腹也就是川普的亲信班农，他也特别讲说之前大家不是讲说这个唐罗主义嘛，正在兴盛当中他说唐罗主义其实就是反中策略，这意在削弱的就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好，那当然北极是美中折冲下的军事要冲，必须把中国大陆的势力排除在包含格陵兰的西半球之外。那现在除了美加的裂痕之外，其实美欧之间的关系也是走向一个比较下坡的趋势。我们看到川普失序，现在盟国也正在转向吗？因为加拿大总理串联各国在建一个新的秩序，那卡尼就迅速的成为带领各国串联制衡美国的领袖，认为中等国家他是在经济论坛上面提到的这4个字，有能力建立一个涵盖尊重人权、永续发展、团结主权跟国土完整等秩序价值的一个新秩序。好，但是卡尼的这个号召接下来还要看有没有用因为他毕竟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好，那欧洲现在也重建国防自主，在催速度。因为呢，这个欧洲的各国国防工业正以数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在加紧生产无人机、战车、弹药，还有其他的武器。他们希望重建自有国防产业，那当然就是要降低美国军武巨擘的依赖所以欧洲现在感到危机感重重。所以我们看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欧洲如果要取代现有美制的军备还有人员的话，需要投入的是1兆美元。好，那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联合国现在扩大引资企业界，其实这个背景就是在川普目前重返白宫以来，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那也包含了31个联合国的机构。好，那川普主导的和平理事会也被解读直接向联合国来进行挑战，所以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希望准备更多的这个企业界的资金希望能够吸引进来。那因应的就是多国政府大幅的削减联合国的预算，那还有就是川普政府批评联合国的压力。所以你看到现在世界各国因为川普的一些动作都有一些浮动，而且这个秩序正在重新的重组当中。好，那美国的关税冲击之下，在强化国际合作，欧盟跟越南的关系也在升级了。好，欧盟跟越南呢，将在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29号造访河内期间，要提升双边的一个关系。好，双方正试图在美国关税带来的贸易影响之下，想要扩展彼此的国际合作。
好，所以我们说哦，这个美加美欧之外，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是格陵兰。好，格陵兰目前的状态是如何呢？我们看到大西亚月刊有特别报道说，川普如果是兑现以武力来夺取格陵兰的威胁，那这会影响了蛮多的问题哦。一个就是会摧毁美国历经数十年建立的北约同盟体系，那可能还会引发欧洲的连锁冲突，甚至最后演变是涉及多个核武国家的世界级灾难。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恐怕会爆发的就是北约瓦解跟第3次世界大战。有人是认为严重到会变成这样。好，那川普希望拿到格陵兰嘛？那有超过29万的丹麦人则是联署讽刺这个请愿。他说不然就是购买加州好了。我们来看有一项就说在讽刺川普企图并吞格陵兰的丹麦请愿活动，有29万人签署他们是提议丹麦购买加州，而且要把这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新丹麦。好，那当然是不会成功啦他们是以戏谑的方式在回应川普的领土主张。好，那我们看到芬兰总理他现在有一个最新行动，他在27号的时候要来访问习近平，他已经飞抵到北京了，那展开为期4天的中国大陆行程。好，预计在明天会见这个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且会跟国务院的总理李强来举行会谈。好，那丹麦首相也到了格陵兰这边来表达支持，好说扬言政治途径要来解决问题。那他是说丹麦坚定的支持格陵兰岛，丹麦政府跟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会密切的合作，通过外交还有政治途径来解决格陵兰岛所面临的问题。好，但恐怕不是外交跟政治就能解决得了。川普这个人我们目前看到他回归之后，他的动作并不是这2件事情或者这2种方法就能解决的。好，那一样我们看到一开始的美加美欧还有格陵兰部分，我们先问亮哥。其实加拿大想要筹组这个中等国家的第3势力这个难度跟欧盟差不多了。欧盟大家好歹都在同一个地缘区，都组不起来了坦白讲，欧盟当初东扩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把东欧跟巴尔干半岛都纳进来，它跟你的差异性那么大，造成今天这种结果嘛。不然如果你只有南欧加意大利，然后加上西北欧，搞不好都不会那么复杂。那你现在东欧、巴尔干都进来，你还有一致性，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其实你现在我只要看到欧洲怎么说，我就说那个叫空话了。什么欧洲各国就没有这个主体嘛？你如果要讲，就要讲具体哪一个国家那加拿大就是同样的问题嘛。中等强国，你认为可以找的包括谁你们都分散在各地比如说你要找欧洲，你是要找英法德吧？大家就会想到英法德那英法德3个国家会有共识吗？至少目前就没有共识了。对，目前是欧洲，英国还脱欧嘞，对对不对？而且英国常常做卧底的把秘密又告诉美国，大家都知道的事那你的心目中有没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中等国家有没有韩国？所以我坦白讲卡尼这个是一个理想可是真的要运作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的国力远远不足了。就当初美国凭什么把大家揪在一起搞一个大西洋联盟？那美国要挹注多少国力所以有人就说欧洲就是坦白讲，他就躺平了，享有美国的军事保护伞嘛，又躺平了，享有美国的科技创新嘛。那请问你自己付出多少？为什么你可以过那么舒服的日子，这么大的社会福利？你看那个丹麦，他就讲白了因为你没有投入武器研发这要花多少钱那如果欧洲人要开始负担自己的军事那甚至未来科技、人工智能半导体都要分庭抗礼，那你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还可以放那么多假，享有那么多的好日子，什么北欧模式啊！我看到这些白附着，我就觉得非常恶心呐。就你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面嘛，你付出多少嘛？那美国现在终于出来一个要算总账的人了，那个人叫川普。就美国以前财政还好，经济很好的时候就算了，现在不是嘛？我已经快要40兆的国债了，啊，你欧洲人那么自私，所以川普要算总账嘛，现在就是这样嘛。所以欧洲人就突然发现，哎呦，怎么我们想象的美国不是那样子啊？所以卡尼是讲大白话，因为他就在美国旁边。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些西方国家跟美国最亲美的，就英国啦、加拿大跟丹麦。就加拿大跟丹麦这次都被修理，对不对？所以卡尼就讲说，我们不要假装了啦，事实就摆在眼前啊。可是当欧洲人面对事实的时候，还能够团结吗？严重怀疑。非常怀疑哦。好，介大使怎么看？对，那个川普事实上他在他的Truth Social啊，昨天开始连发4文，全部讲卡尼。他说我在捆吼，我在捆了。然后呢，每一篇都越讲越重，哎，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卡尼讲这个话已经快过1个礼拜了。卡尼是1月20号讲的，川普到现在才开始怎么样？才开始反应。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卡尼这篇演讲哈，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对，哎，非常深远。像《纽约时报》有一篇专文写，他说这个川普卡尼对川普掀桌并斗并得。他说加拿大卡尼跃升为全球政坛明星。所以这一篇演讲，事实上我看在网络上是疯传，而且不只是中等国家，我看那个印度的都是数百万的点击率，印度也是听得很过瘾因为印度算是个英语国家，他这个都听得懂，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这一篇的后续的效力是很强的，所以川普就出来灭火了。川普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卡尼到这个大陆访问然后这个川普那时候还故作很有风度，他说他们对他有好处他就做嘛，对不对？然后呢，这回就开大骂，然后他说他一开始他说中国大陆就跟他讲已经完全全面成功的怎么样接管加拿大，然后呢，他后面最近又讲他说如果 Governor Carney 他又把他叫成卡尼总督州长他说他如果说要把加拿大变成中国产品的一个什么一个转运站的话，那他说那是完全错误。那么加拿大会被中国完全吞噬，会活生生的被中国吃掉，生吞活剥。生吞活剥。然后包括什么呢？他说他们的所有的商业的毁灭，然后呢，社会的这个脉络的毁灭，还有呢，他这个一般生活也会被中国大陆怎么样？整个的就是说毁灭掉。哇，讲的之重啊。那卡尼事实上是做了一些回应就是说让川普不要完全抓狂。不过我觉得川普这种方式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目的，因为川普是即兴式的，卡尼的演讲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跟现实的观察的，而且他有解方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这回不是一怒而安天下，我觉得一怒的话会一怒再怒，然后天下会越来越乱，一怒而自暴其短。是，所以他原本可能对于卡尼的什么到中国或是他的一些作为，他觉得还好，但是知道这一个中等国家的论调出来之后，他发现不对哦。赖教授，卡尼这次到大陆的访问是成功的我想呢，中加的关系从过去的紧张对立，然后走向缓和改善，但是要到了自由贸易还有一段路要走目前来讲对加拿大来说，除非
它跟中国的贸易已经超过它跟美国的贸易，啊，但是目前这不现实嘛。目前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额远远的超过加拿大跟中国的贸易额，所以加拿大一定是首先优先考虑的是美加墨的贸易协定，而不是优先考虑中加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他言过其实了，也就他也很清楚知道卡尼这次跟中国大陆所签的贸易协定还没有到自由贸易协定这个等级，因为你想想看，大陆对于加拿大还是课15%的就是油菜籽的关税啊，加拿大对中国大陆还是课这个汽车电动车6.1%的关税，自由贸易协定是0的，接近0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税还是不低啊，所以很明显的川普言过其实。可是为什么川普会言过其实，然后贝森特会跟着附和来去这个抹黑加拿大？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卡尼这次到中国的成功访问，其实是减少了加拿大对于美国的依赖，有减少。那也就是说增加自己的抗体了嘛，好像打了疫苗一样，疫苗打进去了，有了一些抗体了，可以对抗美国对加拿大的压力。因为加拿大的未来的原物料、未来的石油、未来的更多的牛肉、更多的这些油麻菜籽，它都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了。那中国大陆也更多的产品往加拿大这个输送的时候，那会使加拿大的就业率不会往下降。那美国对于加拿大所施加的压力，要把它并吞成为51州的这个可能性就一直在下降嘛。所以对于川普来讲的话，你破坏我的计划，我怎么可以忍受？更何况卡尼对于川普的霸凌不以为然的时候，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慷慨这个陈词，那引起了整个欧洲中等国家的这种呼应跟响应，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也是很难忍受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是有个人的私怨，在夹带他对于加拿大的压力在减弱中，因为加拿大的抗体在增加，我觉得才造成这个结果。另外，你也看到了有关于欧洲的这个国防，因为美国一直要求欧洲要增加防卫经费，那欧洲如果防卫经费从1点多增加到2到3.5，那对于美国来讲，我的目的是你增加这么多的国防经费是要向我买武器，可是欧洲很明显的，他知道如果我都向你美国买武器，我就依赖你了，最后就被你控制住。那所以他们要走自己的武器的道路，这个就跟川普是背道而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美国跟欧洲还有得斗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内部的讯息哦。现在美国内部算蛮乱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 ICE 执法人员哦，他屡屡被说执法失当。好，大家还记得吗？在1月7号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美国的女士，她是美国公民，她也被射杀死亡。然后在1月24号礼拜六这天，也有一位美国的护理师男性哦，遭到执法人员击毙。好，我们所以带大家来看到有驾驶哦，就捕捉到了这37岁的护理师普雷蒂哦跟执法人员对峙的状况。好，那这枪响发生前3分钟的画面，所以您可以看到有好几位联邦执法人员跟头戴黑帽的男子发生冲突，情势相当的紧张。好，这是从车内拍到的画面哦。好，那当然现在这件事情似乎演变成各说各话。为什么？我们来看，因为美国的这位护士遭到枪毙之后、击毙之后，目击证人说他根本就没看到普雷蒂持有任何枪械，但是4、5名的探员压在他身上，然后就开枪了。好，他们对他开了很多枪，那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枪，他只是想帮忙而已。所以现在引发了很多人群起激愤哦，就觉得说，美国的 ICE， 你每次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都执法过当？而且这些不是所谓的移民哦，他是美国的公民，所以让大家非常的不满。好，我们看到有2位公民哦，这连续1个月来遭到了这个联邦探员击毙。
那连柯林顿都怒斥说啊，所有相信美国民主承诺的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证明国家仍然属于人民。好，甚至呢，这个奥巴马跟夫人蜜雪儿也发声明，好，对第2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遭到联邦执法官员枪击一事予以谴责。他强调，事件凸显的就是总统川普对美国价值的攻击。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很多人也都是群起在抗议的，所以我们看到明州爆发了这2起的这个联邦干员击毙示威者。川普当然有话讲，他说要重新检视，但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民主党。好，川普说他的政府正在检视一切，但是拒绝表明射杀普雷蒂的干员行为是否适当。好，他这个避重就轻。好，但是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则是又在加码说啊，这普雷蒂是个刺客，好，试图谋杀联邦干员。好，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影像都没发现他手上拿枪他拿的是手机，所以呢，很多人也是对米勒的说法存了质疑。但有一个人他是分享了米勒的贴文，就是副总统范斯，他说啊，明尼阿波利斯的局势是被设计出来的混乱。是极左激进者跟当地当局合作的直接后果，所以他还发文指责地方的官员。好，那当然明州现在有很多的人是出来抗议好，他们的抗议升级，那甚至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麦克劳克林跟川普还转贴了一个画面。好，那这画面其实真的蛮血腥的他是说啊，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这个抗议者咬掉了执法者手指的照片，他转发这样子的暴血画面，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天哪，太可怕了吧但是他们要凸显的是说，这群抗议者很可怕很血腥会咬断别人的手指，他们想要塑造这样子的氛围。好，那当然现在参议院的民主党也将要阻止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好，这是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克雷格，他说我们这个民主党人必须坚守阵地，停止向这些无法无天的机构来拨款。够了请关闭国土安全部。好，另外一位众议员科尔特斯则说国会尚未批准 ICE 的预算，那共和党还需要至少7名的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我们仍然有机会阻止他们。好，但是也看到美国的 ICE 在这边有很多争议的原因，就是因为满场锁定的都是民主党州所以也被很多人做文章。好，那我们再看到的就是扩大到美国航母林肯号。现在呢，已经抵达到了中东。好，今日土耳其的报道说，林肯号在25号这天已经抵达中东，进入到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让美军的兵力部署可以来到直接打击伊朗的距离。好，据了解，这次是历时10天的快速部署，就是由川普直接下令来进行。那包含先进战机、配备巡弋飞弹的驱逐舰，还有一整套被官员们形容为全面投入运作的飞弹防御系统。好，我们来看川普怎么说。他说这一次的军事部署是一种防御性的措施，是外交手段失败时以备不时之需的行为。好，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好，那美国派出了重兵合围伊朗，伊朗这边则也呛瞎。我们看到高级官员的透露说，伊朗不会区分象征性打击跟更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好，德黑兰将会以最强硬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任何攻击。好，所以这伊朗的武装部队处于一个最高战备的状态。好，那当然印太司令现在也访新加坡跟泰国，想要拓展军事的合作，希望共同实践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愿景。那至于美国的2026国防防卫战略也转向印太跟本土安全。那现在北约跟欧洲的防卫自主进程，当然是认为被迫在加速当中。好，我们还是一开始看到美国的 ICE 再次被抨击执法过当。好，但是呢，看到川普政府是极力的护航。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这件事？这个明尼苏达这一州非法移民估计它事实上排第25名只有9万人。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聚焦在这一州排名第一的是加州啦，你厉害你就去加州亲看看。加州是190万，排名第二是德州啦，
德州是160万，德州不是共和党州吗？要去共和党州抓嘛，更可以地方合作嘛，对不对？那佛罗里达也是共和党啊，90万。哦，我看那个排名前面的，那个最前面共和党州就只有德州还有佛罗里达，可是他是第2名跟第3名。那你一直集中在 Minnesota 这边搞 Minneapolis 啊，9万人，你到底在干什么啊？而且这一周这么冷啊。坦白讲，我有看《纽约时报》，他有登出来，他登出那个分镜的照片，就是 slide by slide， 就是他是怎么被打死的。最后是他被6、7个人扑在地上，然后2个人站在旁边对他不断开枪 shooting。对，那甚至有人说总共打了11枪，然后他就跌在地上啊。那现在是这样啊。他那个手拿手机是确定的，那是手机，可是身上有没有枪不知道，啊，那他是合法的拥枪执照，那我不知道在扑他要把他压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做别的动作了？现在那个地方是混乱的，可是就是说他是拿着手机，他在做记录，因为看到 ICE 在执法嘛，第一时间他想把它拍下来，所以那个绝对不是枪。那为什么需要6、7个人去压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枪插在后口袋或什么？我不知道了。不然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6、7个人去扑上去了？那这里有一些问题，就是你 IC 的执法人员受训多久？那该有的 SOP 啊，你并不是警察啊，那个你如果是 FBI 啊，或者是州警啊。那或者是各城市的警察，你会有比较长的训练吗？你这不是你是临时招募的就移民局说要有一些执法人员去招募的那薪水非常的高执法人员在第一线的抓人的起薪5万美金美金对，调查员，我讲的是年薪调查员起薪是12万。起薪那个薪水是很高的，那招募的第一批是2万人，那川普总共列了100亿的预算，那现在要再增列100亿美金。现在的重点当然就是 IC 执法人员受过怎样的训练所以你才会引起很多抱怨嘛。那因为他的执法，他是要抓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当然会抗拒嘛，他被你抓了就没了。就努力半天就被你递解回去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影片，就是他抓到人就随便一丢，他就拍到了一个非法移民被人家放置的一个地方，50个人挤一个地方，连床都没有。不是最注重人权吗？是啊，这个感觉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谢大使怎么看？这个ICE现在杀了在明州杀2个人，很有趣，杀的都不是非法移民。对，美国公民，2个都是美国公民，而且还都退伍军人了。而且呢，对方呢，这个被杀的这个年轻的37岁的，他是这个加护病房的男护士对啊，他是有正当职业，是，然后家庭健康，然后呢，他合法拥枪执照，可是呢，现在就他被打了10枪打死我老天啊！要杀一个人，2枪不就被人家干掉了？连打10枪，对，所以这个引起这个明尼苏达这个公愤这个不要说在明尼苏达，在任何地方都会引起公愤。对，你是ICE，你是要对付非法移民，你把美国老百姓合法公民在街上打死2个了，第一个也是美国公民。也是这个，而且2个人都37岁，我去看了一下，都死亡，是受伤了一堆一堆受伤了，对不对？这你有一个眼睛被打瞎了，对你这个你ICE你是针对善良老百姓吗？你要去抓你打死了那个非法公民的，当然不是说你可以随便打死人的话，你那非法移民你打死了吗？没有所以呢，就变成这个美国社会非常的争议愤怒，然后呢，你要看川普什么态度。川普还公布他家出social，还弄一张枪的照片，他没有说是谁，
他说这个是很危险的。他说爱死的人执法是非危险，这个就是这个嫌犯那一支枪，他没有讲是被打死那个嫌犯用了一把手枪放在那个地方，那个手枪显然不是在那个人身上，是放在一个车子的椅垫上面，一辆车子里面罩了一个手枪，然后那你不是你民选的，你还没有进入到司法调查程序，你美国总统就已经好像说那个嫌犯他手上持枪。你就要暗示了，然后你再替你的爱死人还要再护短。你说他们都是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执法的啊，这些非法移民多暴力，对，多坏，都是外国的这些杀人犯。那问题你就把外国杀人犯抓出来啊，你怎么打死的都是美国善良百姓呢？对，然后呢，川普最近呢，他也挺忙的，他天天就骂人，他最近在骂谁，你知道？骂明尼苏达州的官员，他的说法我觉得又有问题。他说明尼苏达的这些官员过去贪污，累计起来超过1000亿美金。然后呢，他还通过，他在上面还画了一有一个索马利的众议员，对，就住在明尼苏达，就住在明尼苏达，那个是穆斯林，因为明尼苏达是最 liberal 的州，最自由派的州。然后他还当了一个相片，你知道，但不是他的。他说要歼灭美国，不是有 deep government 吗？就深层政府嘛，还发明一个新名叫 obligate deep state 深层州，现在新名词啊，真的是啊，对，创意十足，一切都他说的算，对，创意十足。赖教授怎么看？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公民要站出来挺身而出啊？就是捍卫他们眼中的正义，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ICE 他的执法已经多次的过当了啊，所以他们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所以他们挺身而出，要来去阻止这些执法过当的这些这个移民局的相关的官员或者是他们的执法人员。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些执法人员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过度执法，已经不断的违反了人权，而且呢已经再三的杀人了。为什么敢？行政部门的护短其实有限的。因为最终还是要法院来调查，最后来法院审判。那为什么是美国的这些执法者他敢这样过度执法？就是因为美国的法院的纵容。美国法院为什么纵容？因为美国的法院他们清楚的知道，美国的社会秩序不是来自于社会有一股道德的约束力，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秩序是来自于执法者能不能强而有力的这个牵制住这些彼此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长期以来长期的社会调查都发现，美国的法院对于执法者都过度的纵容、过度的偏袒、过度的维护，是因为他们认为死了几个人，死了少数的人，然后来去维持美国的社会秩序，避免美国社会秩序的崩解，所以他们本身就纵容这些人的过度的执法。所以他们的这些执法者，他都只是有恃无恐，他根本就不在乎，他也不怕，而且他不但认为行政长官会挺他，法官也会挺他，他当然敢杀人嘛，一而再再而三的杀人。可是你看，当他们这样杀人了以后，这些人最后有被判重罪吗？很少被判重罪，大部分都是轻罪，甚至还不起诉。我们看到的太多的结果都是这样嘛。这个才造成他们的这些执法者敢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从美国的黑人，就是美国的黑人也是人，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一直到今天，为什么美国这种伤害人权的这种执法者为什么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美国司法界的过度纵容。好，很多人也说美国已经不是他们认识的美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最近在台海，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中国大陆解放军这边军系被清洗。有一个重点人物就是张又侠。我们看到张又侠现在呢落马美国媒体就爆料有个内幕，
说是因为他向美国泄密核武的机密，而且收贿来提拔李尚福。好，这是《华尔街日报》25号引述知情人士的爆料，说张幼霞被控滥用职权来收贿之外，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向美国泄露了核武器的核心技术数据。好，那知情人士甚至进一步的说，北京高层证实了调查张幼霞前，那也召开了一场闭门会议。那会中就说张幼霞被指控搞政治团伙，而且滥用中央军委的职权来收受巨额金钱，那交换的就是要把李尚福拔擢升任成国防部长。好，那当然张幼霞这个落马这件事情解放军报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报道，说人民军队不容这个腐败玷污，还说反腐肃贪的斗争必将进行到底，说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还说反腐败绝对不能辞非少数腐败分子掀不起什么风浪。好，这个腐败非常多在这个文章当中，那也看到了抖音平台上嘛，最近还流传了一段的画面，我们大家看一下是某汽车驾驶发出的影片，称这高速不让上，那过去都是军车在行驶。所以引发外界联想那因为北京是否出现异常的军事调动，而且整个时间的画面显示的就是在冬天，好，所以大家有一些觉得隐藏了一些讯号存在。好，那北京的知情人士说长安街的车辆确实明显减少，那警察增多了检查的行人身份证。那出入北京的重要路口也增强了停车的检查，呈现一片肃杀。好，那相关的画面或相关北京目前街头上的动作跟张幼霞落马有没有关系？好，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家认为有些讯号存在。好，那除了中共解放军的部分，还要看的就是高市了。好，因为高市早苗他解散了这个国会，那现在大家就关心他的支持率，哇，结果不是很好好，看到了每日新闻在24、25号进行的民调，发现他内阁的支持率是57%。跟上个月比67%，大幅的下跌了10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也从22%上升到29%，增加了7个百分点。有41%的民众不赞成他解散众议院的决定，只有27%表示赞成。好，那另外共同社也是在24、25有针对这个众议院选举实施民调，发现这高市的内阁支持率是63.1%。跟上次也就是去年12月发现下降了是4.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5%。所以民调也显示日本人最重视的议题物价上涨对策以59.3%是居第一位，那其次就是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是2成6的比例，那经济形势跟就业是19.3%。外交跟安全则是18.7%。好，所以我们不是一直讲吗？高市这一场解散众议院可能是一场豪赌，我们要看接下来2月8号的选举结果了。好，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日本人哭原因就是因为旅日的猫熊小小跟蕾蕾哇，他们要被送回中国大陆了。好，25号是他们最后一天公开亮相，所以日本的东京上野动物园哇，涌入了非常多人参观人数限制是4400人。但是预约人数超过了10万人所以呢，大家就说这个激烈的程度就像是奇迹签。好，那据了解，这对4岁的龙凤胎预计在1月27号正式启程返回中国，也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今，日本将面临半个世纪首度在境内零猫熊的尴尬局面，可见中日是完全降到一个冰点。好，那当然日本现在也跌出前10名因为中国大陆人不再去日本了，他们改去泰国要升陆客最爱的目的地。好，但是中韩现在关系反倒是升温，我们看到韩国到中国大陆的旅游需求是激增的，所以蛮多的旅行社也在加快的布局当中。那另外中日的稀土去中化也看到美国砸了16亿美元入股稀土的矿商。好，那川普布局国安资源的供应链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去中国化是不是言之过早？因为日本南鸟岛的稀土计划暗藏了3个陷阱，这是经济评论家日本这边所做的解析。
他说要解决日本跟西方国家稀土供应链的问题有很多障碍，他预测日本可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面将南鸟岛的开发主权交给美国才行。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这个清洗这个军系的部分哦，张幼霞哦，大家最近讨论度很高。先问亮哥，我对《华尔街日报》那个报道我是存疑的。张幼霞已经75岁了，以他这个级别要贪污，需要跟美国讲情报吗？那75岁还要逃到美国吗？匪夷所思嘛！我坦白说了。美国讲中共最高层政治的报道，很多都是错的，华尔街日报就其中之一，你看那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怎么说这件事啊？他说，严重违纪违法，包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讲这么具体所以摆明就是他跟习近平有意见不合嘛。然后他自己在搞自己的圈子嘛，然后说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你看这个都在讲什么？就是你在搞圈子嘛，然后你跟习近平有不同意见嘛，然后坦白讲，他讲话也比较，有人说是嚣张啊，有人就是说讲话很直接啦，可能他觉得他参战过，有实战经验嘛。事实上是啊，2次实战经验，而且是开国上将的儿子嘛，而且习近平72岁，他75岁了，他资历也够了，学长，所以就是讲话比较不饶人啊，就是那我觉得，当然他跟习近平到底哪些地方意见不一致，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是国防部记者会讲的说他这个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所以这个非常明显嘛，就是内部有不同意见那当然，这个清洗之后会有一些影响啦，基本上就军委里面就没有大咖了嘛，那权力就高度集中那其实这个有好有坏坏的就是会偏听那大家以后都报喜不报忧，都顺着领导的想法来提供你相关的情报嘛。赖清德现在不就这样那这个会有风险这个好处就是他集中事权嘛。那如果习近平判断的事情是对的，那有利于事情的推展所以我们台湾也出现了两种推论说这个对于习近平要贯彻武统台湾是一大助力，因为就统一了嘛可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有实战经验的都被排除了嘛那未来要再重新整顿内部，要花一点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高估了因为真打是东部战区打了，也没有到那么高了所以我觉得权力是集中，那个效果比较直接了，那值得观察这样。对，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权力集中啦好，介大使怎么看？其实我之前看中国大陆这个反腐反贪的这个既拍苍蝇又打老虎这个我就觉得，那张幼霞会没事吗？对，因为这个军队都是长期的关系。对，这个你当了主官的，你大于这种熟识的人，对不对？你看他熟识的人，全部几乎都下马了。对，而且他跟火箭军关系也蛮深的。对，这些里面出大问题的都是他长期领导过的或带过的人在里面，所以呢，两个可能就是说他在这里面他完全不知情，这个很困难。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在查办的时候呢，他搞不好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就是想要保某些人，也没有完全站在一个纯公的立场。那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可能啦。不过刚刚那个郭委员讲的也真的是。大陆很少用这种说法，就是说践踏破坏军委主席之负责制，这个讲得很明，这个就会让很多人会联想说，这个什么方面的意见会有出入呢？我看一个大陆方面的有一个大陆背景的人在分析，就变成就是说，那其实像张幼霞这种打过仗的人他们对战争是非常非常的审慎的，对，反而他
愿意去维持战力，以歌止战，可是不愿意真正发生战争。因为他在越战的时候他是连长，连长是站在第一线的，带着人往火线冲的。所以《自由时报》说他是谨慎派，他是说他是谨慎派刹车皮啦，类似这种概念嘛。可是问题就变成他下来以后就没有在这一代的人，他已经75岁了。下一代的人，我看那个分析就讲说，都是在中国强大以后，而且看到中国的强大，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然后少壮派的话，少壮派基本上都是比较激进的。日本曾经发生过226政变，就是对于当时他们军部的这些保守派怎么样直接军队去把那些人都杀在家里面了，就是说，所以这个是差距很大。所以我觉得不论如何的话，我觉得大陆的军方的这个人事变动跟台海的情势都会有密切相关。当然，那我是觉得我们这边也要好好的去了解大陆内部的发展。然后呢，我是觉得两岸最好是不要走向战争。可是大陆现在以物质力量来讲是超越台湾很多，现在就是一个在精神上，在这个心理上怎么样做一个决断的问题。那我是建议我们这边要非常非常审慎。好，除了这个中共内部的部分之外，高市早苗的部分，高市早苗目前的民调有2个一个是共同社的民调，它跌了大概4%到6%左右，另外一个是跌了10%但是以他解散国会，日本的民众47%是不赞成的支持的就有44%。然后以日本自民党就是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者跟反对者是势力相当，也就是说有42%左右的是认为他的内阁表现并不好有42%认为比较好，43%认为并不好，那正误负差的范围内，所以应该是势均力敌，也就是两极化了。可是问题是，当你在问到说那你投票会投给谁的时候，自民党的投票的支持度就20%多了，然后立宪民主党所组成的这个集团就是政党联合，这1%多，那就代表什么？代表目前日本的民众，他们虽然对于高市早苗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对高市早苗解散国会不以为然，对于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有在下降，但是还没有反映在他们对于这个在野党说他们会赢得这次胜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没有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现象出来。但是问题就在于高市早苗原本的估计是他认为他可以拿到260席，正负30席，对，所以等于是最理想的状况是290席，最糟的状况是230席。我想这个可能跟他当初的估计距离会越来越远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高市早苗最后的得票可能不会想象他那么高了。那这个对于高市早苗赌上他的政治的生涯，也就是说，如果他跟他的这个维新会的没有超过1半以后，他就不干了，他就要辞职。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会不会超过